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类别 class 以及物件 object 的概念哦。好，首先请大家先回想一下我们之前介绍过哪些资料形态哦。我们是不是先介绍了最基本的3种嘛？分别是数字、字串以及布林值。然后我们又以这基本的3种去做延伸，我们介绍了列表、元组跟字典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上述提到的那些资料形态是没有办法去表达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的哦。我们拿一个人当例子好了，大家觉得一个人有办法用一个数字来表达吗？又或是一个人有办法用一个字串或是一个布林值来表达吗？不太可能嘛，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资讯了嘛。一个人有他的人种，有他的肤色，有他的身高，有他的年纪，有他的职业等等等，太多的资讯了。我们并没有办法用一个单单的资料来表达一个人哦。那再举例，假设一台手机，我们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数字或字串，又或是布林值来表达嘛。因为一个手机它有它的型号，有它的号码，有它的作业系统，有它是不是防水等等等，太多的资讯了。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单单的资料来表达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Python 哦，它提供了一个 class 类别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定义一个手机好了，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好，大家看我写一下 class， 我先写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哦。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定义了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哦，它叫做 phone。那定义的方法呢是这样，我们先写一个 class，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要定义的资料形态，它叫什么名字。那这 class 里面呢，我们要写一个初始的函式，这个函式的名字是2个底线 init 再加上2个底线，然后传入第一个参数呢是 self self。那后面传入的参数呢，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资料形态它需要的资讯哦。以我们的 phone 手机当例子哦，它需要3个资讯，分别呢是手机的作业系统，还有手机的型号，还有手机是否防水。那这个 self 还有里面为什么是这样子写哦？我稍后再跟大家做解释哦。那这个 init 函式呢，就是当我们在创建我们的手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传入的参数哦，我们需要提供这3个资讯，我们才能创建这个手机哦。好，那我们上面已经定义了手机这个资料形态嘛，我们下面就可以做创建咯。那创建的方法是这样，我们写 phone， 这个 phone 呢，就是我们这个资料形态的名字哦。然后呢，我们要传入3个参数，分别是作业系统，还有这个型号，还有是否防水。那作业系统假设是 iOS， 那型号假设是123，是否防水假设是 true。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机这个资料存到一个变数里面 phone1。OK， 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创建了一个手机这样子的资料哦。那我们也称这个手机哦是一个物件，是一个 object 哦。好，那至于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这个初始函式 init 哦，这个命名一定要是这样子哦，因为它一定要是这样子命名 ，Python 才会认出来它是一个初始的函式。那我们这边传入的这个参数呢，才有办法成功的传进来哦。那至于这个 self 是什么呢？self 哦，它是这个物件的本身，就是这个 object 的本身哦。那 self 点 os 等于 os 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物件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os， 那它的值呢等于我们传入的 os 的值哦。那 self 点 number 等于 number 呢，一样，我们的物件本身呢有一个属性叫做 number， 那它的值呢等于我们传入的 number 的值哦。
那下面的这个防水 waterproof 也是一样哦。那这个 class 到底是什么呢？ class 它只是一个模板而已，它只是一个告诉我们创建手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讯的一个模板而已哦。那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本身是这个物件，就是这个 self。好，那这边大家可能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哦。那我再打一个比喻，这边的创建一个 phone iOS 123 True， 就相当于呢，我打电话给做手机的工厂老板，我跟他说我需要做一台手机，那这台手机的作业系统是 iOS， 那它的型号是123，然后它要有防水功能。那这个老板在接到我们的订单，知道我们的需求之后呢，他就开始做我们的手机了嘛。那他是怎么样接到我们的订单的呢？他是从 INIT 这个函式接到我们的订单的。那我们的需求呢，就写在这里，我们的作业系统，我们的型号，我们要的是不是防水？那这个 self.os 等于 os 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老板呢，他知道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作业系统是 iOS 之后呢，他就把它灌到实体的手机里面。那这个就等于呢，实体的物件它有一个属性是叫做 os， 那它的值呢是我们传入的这个 iOS 哦。那这个老板知道我们的需求，知道我们的型号之后呢，他就把它加到实体的手机上面。那就相当于呢，这个物件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number， 那它的值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型号123。那这个老板呢，他知道我们想要的是有防水的手机之后呢，他就把它加到实体的手机上面。那这边呢，就相当于这个物件它有一个属性是 is waterproof， 那它的值呢就是等于防水。好，那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创建了一台手机哦。那这个 class 呢，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哦，它只是一个模板而已，它只是告诉我们在创建一台手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讯哦。OK， 那我们这边已经创建了一台手机嘛，它叫 Phone One， 它是一个物件。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物件里面的属性呢？也就是这个 OS 这个 number， 还有这个 is waterproof。我们可以这样子写哦，我们写 Phone One。然后加上点，这个点呢就是取得里面属性的意思哦。那假设我们要取得它的作业系统，我们就点 OS， 然后把它印出来，执行，就得到 iOS。那假设我们要取得的是这个手机的型号，那我们就点 number， 就得到123这个型号。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是否防水，也是一样的哦。那我们上面已经创建了一台手机嘛，我们当然可以创建第二台哦。我们想创建几台就创建几台哦。那假设第二台叫 Phone 2， 然后呢，它的作业系统是 Android， 然后呢，它的型号是456，那它没有防水。OK， 那我们这样子呢，就创建了第二台手机。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第二台手机的属性呢，一样。我们就 Phone 2点，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它的作业系统，我们一样点 OS 执行，好，就得到 Android。上面这个是手机的型号哦，上面这个是 Phone 1的手机型号，那下面这个 Android 呢是 Phone 2的作业系统哦。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啦。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类别还有物件的概念哦，这部分可能比较困难一点。那大家如果听懂的话，可以暂停下来多听几次，多想一想哦。那我们下一堂课见，拜拜。